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都说养儿防老，却唯独把女儿给落下了。不知道有多少老人都觉得儿子比女儿靠谱，以为女儿嫁到别人家里就是别人家的媳妇。可是实际上，儿子和女儿谁靠得住？真正出了事才知道。甚至于，有的儿女一些出乎意料的做法，还会让当父母的大跌眼镜。72岁的崔大爷和老伴两人辛辛苦苦、任劳任怨把两个儿女拉扯长大成人，并且还帮助他们组建家庭。可后来，当崔大爷遇到困难，想找两个儿女来帮忙的时候，两个儿女的一番表现，让他终于明白了，儿子和女儿之间，谁才是真心实意对他好。具体怎么回事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崔大爷的故事。72岁崔大爷的自述：我叫崔大国，今年已经72岁了。我从小家境就不是很好，母亲是个残疾人，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他除了种地，其他的什么都不会。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，下面还有2个妹妹，本来家境就不好，再加上家中兄弟姐妹较多，可想而知，我小时候的生活过得有多苦。因为家里穷的缘故，因此我直到快30岁的时候才结婚成家。老伴是隔壁村的，他看我老实善良，就不顾家中父母阻拦，执意嫁给我。说实话，老伴这辈子跟着我，真的是没少吃苦。本来我的家里就很穷，再加上结婚后有了一儿一女2个，生活的压力就变得越来越大。于是乎，我就决定上山跟人伐木头，而我的老伴则负责在家照看2个孩子，顺便在家里养一些鸡鸭猪鹅等家畜补贴家用。虽然我和老伴都没上过几天学，但是很早的时候，我俩心里就很清楚，要想让2个儿女将来有出息的话，那么就只能让他们俩好好上学，日后他们彻底走出大山，才有可能改变现在的命运。当时别人挣下钱后，不是拿钱盖房子买家电，就是把钱存起来等。可是我和老伴2个人并没有这么做，我俩把辛辛苦苦挣下的钱，除了日常生活所需，剩下的全都用在了2个孩子身上，给他俩买各种营养品和新衣服等。不仅如此，地里的一切农活，我们也从来没有让2个儿女沾过手。不是我们对2个儿女太溺爱了，而是因为我俩不想让2个儿女步我们的后尘。与此同时，我还经常告诫2个儿女，只有好好上学，努力奋斗，将来才有困难过上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。好在2个儿女从小在上学这件事情上面，就从未让我和老伴操心过，他们俩一直都很勤奋和努力。只是中途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后来儿子顺利地考上了大学，而我们的女儿就只是考上了一所中专。但即便如此，儿子和女儿从学校毕业后都有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。因为女儿比儿子大几岁，因此女儿在参加工作没几年后就先一步嫁人。虽在当时，谁家女儿要是嫁人的话，基本上都是男方彩礼全部留下，而且1分钱都不给女方陪嫁。可是我和老伴却并没有这么做，反倒是男方拿的彩礼我俩1分钱没留，另外我俩又拿了8万块钱给他做陪嫁。实话实说，这8万块钱是我俩的所有积蓄，因此我的女儿说什么也不要。她说自己上学已经花了我们不少钱了，她不想欠我们太多。可我说什么都要让女儿拿上，并且还对她说，为你上学花钱是我们当父母应该做的，但陪嫁的钱是我们的一片祝福和心意，你无论如何都要收下。女儿看见我和老伴的态度非常坚决，她就只好同意了。当时女儿接过这笔钱的时候，一边哭着一边对我俩说，将来我俩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处，她一定会竭尽所能去帮助我们。女儿嫁人3年后，儿子也要结婚成家，而当时以我和老伴的意思，
我俩是准备给儿子在老家县城买婚房的，因为儿子刚参加工作，手里没什么钱，我俩手里也没什么钱了。就算给儿子在县城买套婚房，我俩还要找亲戚朋友去借钱才行。可是我的儿子说什么也不肯，他说自己在省城工作，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都在省城买房子，自己要是在老家县城买婚房的，会被别人笑话的，而且自己脸上也没有面子。为了儿子所谓的面子，我俩就只好同意儿子的这一要求。之后，儿子的婚礼办得非常风光，外面不知情的人都纷纷向我和老伴投以各种羡慕的目光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风光背后却是我和老伴的身上一下子多了将近20多万的外债。而之前2个儿女上学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俩都没有向别人借过钱。可现在我们一下子欠了别人这么多钱，我们不免就非常害怕。只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再害怕也于事无补。现在我俩需要做的就是赶紧努力挣钱，尽快把欠别人的钱给还上。于是后来，我和老伴就选择出门到南方打工挣钱。我和老伴身体都很健康，并且我们也不怕吃苦。可即便如此，我们也只能去找一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活干。当时我去工地给人当小工，我老伴则在酒店给人当保洁。原本在工地干活就非常辛苦，再加上那个时候我和老伴都已经50多岁了，因此在工地干活期间，我俩真的就是遭了不少的罪。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都不敢转身，因为一转身就浑身哪儿都疼。而在工地干活期间，我整个人一下子就变得苍老了许多，头发全都白了，背也驼了，也直不起来了。虽然说老伴的工作环境比我好上许多，并且他所干的活比我也要轻松不少，可即便如此，他的状态也比我好不到哪去。毕竟出门打工挣钱，哪有那么轻松容易的？就这样，我和老伴在南方一直干了整整10年时间。我俩不仅把欠别人的外账统统还清，同时我俩的手里也有了12万块钱的积蓄，而这些就都是我和老伴这10年来辛苦付出所得。那么这时，原本我和老伴的身体就早已经大不如从前，再加上我和老伴的年龄也有60多岁了，我俩已经不适合留在这所城市继续打工了。我俩就只好选择回到老家县城生活。我俩先是花了8万块钱在县城买了一套50平米的老破小房子，解决自己住的问题。然后考虑到我俩以后养老还需要花钱，那么我俩就继续去工作挣钱。由于我俩都这个岁数了，找工作也不好找，于是后来我俩只能去干环卫工。干环卫工特别辛苦，每天凌晨5点钟就要出门工作，晚上8点钟的时候才能结束一天的工作。不管外面是严寒酷暑，还是刮风小雨，都要持续上班工作。平时也没有什么假期，除了春节之外，我们2个人辛苦1个月，差不多可以拿到4000块钱的工资。因为我和老伴就只有春节的时候才能有几天休息时间，因此每次过年的时候，女儿都会让女婿开着车把我和老伴接到他们家过团圆年。在此期间，他俩什么都不让我们干，就只让我们吃好、喝好、休息好。不仅如此，每年从女儿家离开的时候，女儿也总会给我和老伴2人每人包一个5000块钱的红包，我们不要都不行。并且女儿平时只要有空闲时间了，她就回家来探望我俩。每次女儿离开后，我和老伴都非常的高兴和欣慰，同时我俩的心里也是暖洋洋的。但这些年却唯独儿子没有主动叫过我和老伴去他们家过年。说实话，自从儿子把家安到省城之后，我和老伴在儿子家住的次数就真的是个位数，这是事实。我俩也想跟儿子一家人在一起过个团圆年，更何况儿子现在住的房子
还是我和老伴当年借了一屁股外债帮他买的。有一年，我还故意给儿子打去电话，说我和老伴想去他们家过年，儿子立马就拒绝了。而他拒绝的理由是，他们家地方小，根本住不下这么多人。听着儿子的理由很充分，可实际上，儿子就是嫌弃我和老伴，不想让我俩去他家过年罢了。我又不是老糊涂了。至此，我就再也不去自找难堪了。当然了，平时儿子几乎也从未回家探望过我和老伴，外面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俩根本就没有儿子呢。有一回，儿子居然主动带着一大堆的礼品回来了。当时我和老伴还非常的激动和高兴，因为儿子的心里其实还是装着我和老伴的。可之后儿子的一番话，当即让我和老伴的心凉了半截。原来他这次回来是因为我的孙子要去转学去私立学校，可他还差10万块钱。也就是说，他这次回来的根本目的是想让我们拿10万块钱给他。虽然我和老伴挣钱非常辛苦，而且儿子长期以来对我俩的态度让我们都非常伤心，可为了孙子，最后我们还是拿了10万块钱给他。从那以后，儿子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原本我和老伴的日子过得还算是顺利，就是有点太辛苦了。但是前年的一天，老伴正在吃午饭，他突然就觉得自己的肚子特别疼，一会儿功夫，把他疼的就是大汗淋漓。于是他就赶紧给我打电话，接到他的电话，我立马就在第一时间把他送到医院去检查身体。但检查结果却不容乐观，老伴得了一种非常不好的病，需要尽快到规模较大的专科医院去做手术才行，不然会有危险。本来我和老伴的心里还很高兴，可紧接着医生说做这个手术大概需要40多万的手术费用，一些人让我和老伴的心里七上八下。这些年我和老伴省吃俭用，我俩的手里也就只能拿出10多万块钱。当时老伴一听需要花这么多钱，他说什么都不要做这个手术了。在我的一再安慰下，他才逐渐平复自己的情绪。想着这些年儿子的工作一直都很顺利，况且之前我还给他拿了10万块钱，于是我就赶紧坐车去省城找儿子借钱。可是当我向儿子说明来意之后，儿子的话差点把我气晕。他说：“爸，我刚换了一辆新车，哪里还有钱啊？再说了，我妈都那么大岁数了，还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去做手术吗？”儿子的话还没说完，我立马就打断他的话，然后对他怒斥道：“你还是人吗？你不想借钱就算了，可你再怎么着也不能说出这样的混账话呀！你太让我伤心失望了，或许我压根就不该来找你。”说完这些，我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。再后来，当女儿得知这件事情后，她二话不说就立即给老伴凑够了做手术的所有费用，而且她还不让我掏一分钱。从老伴做手术到最后顺利出院，期间女儿一直寸步不离地在进行照顾，为此她还特地向单位请了几个月的假。可儿子既没出钱也没出力，从始至终我都没看见他的人影。这件事情的发生至此也终于让我明白了，儿子和女儿之间谁才是真心实意对我们好的人。所以说，我也决定了，在余生的时间里面，我和老伴2个人也必将会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全都用在女儿身上。至于儿子，我俩就只会离他远远的，而且以后他再有什么事情来求我帮忙的话，我也不会去帮他的，因为他不配。崔大爷的故事讲完了，大家对于崔大爷的行为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您评论留言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